我国农村的单身男性已经超过3000万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专家坐不住了，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海外适龄女青年。这样真的可行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出身农村的小伙伴一般会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，那就是如今的婚越来越不好结了。许多村子里面都有一些光棍，大家纷纷躺平在家里，不是刷抖音就是玩游戏。至于谈婚论嫁的事情，基本上八竿子打不着。一般来讲，农村男性一旦超过35岁，这辈子大概率就只能打光棍了。对于这种现状，不光男方父母愁白了头，就连村委会也着急，毕竟这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。抛开个人欲望不谈，就单单拿生育率下降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。要知道，以前的农村男女可是我国生育的主力。70、80年代，一家生3、4个孩子是常态，有的家庭甚至还生了5、6、7、8个孩子，让我国人口爆炸式增长。然而现如今的农村却没多少人结婚生子，尤其是农村的单身躺平青年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似乎大家已经把躺平当成了毕生梦想，这辈子都不打算娶媳妇了。当然，关于这种现状，有关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原因分析。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经济条件不好。就拿江西来说，彩礼随随便便就是20到30万。此外，像没车没房的问题也困扰着大多数农村单身男性。当这一系列因素叠加起来，单身率也就急速攀升了。还有一个深层次因素也影响着农村的结婚率，那就是农村的女性大多都跑到城里去了。从当前的情况来看，大多数农村的适龄女性几乎都涌入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。农村女性去大城市后，为啥都不愿意回村了？她们大部分要么在城里打拼事业，要么找个城市户口的对象结婚生子，就此扎根。毕竟相比于农村而言，城里不仅拥有花花世界，像孩子的教育问题、各方面的服务配套设施等都要比农村完善得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农村女性闭着眼睛就知道该选哪儿了。也正因如此，所以在如今的婚恋场上渐渐出现了一种田忌赛马的趋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城市里较为普通的男性往往娶了刚进城的农村女性，而城市里较为优质的男性则娶了城市里的普通女性。至于剩下的两头，也就是农村单身男性以及城市优质女性，这些人都找不到对象。农村单身男性找不到对象好理解，城市里的优质女性为啥也找不到对象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类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高，在经济层面上已经实现独立。一旦结婚生子的话，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还可能失去奋斗一生的事业，最终沦为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这是大多数优质女性不敢想象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学历越高、收入越高的女性，单身的概率往往越大。这也解释了为啥那些海归女博士个个都找不到对象。不是别人不想娶她们，而是她们没办法向下兼容。一旦向下兼容的话，那些混得不如他们的男性，往往会给他们造成情绪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拖累。与其找个拖油瓶过日子，还不如孤独终老。总之，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经济上的独立，大多数女性已经接受不了层次不如自己的男性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结婚率和生育率暴跌，最终使我国的人口问题逐渐向日韩两国靠拢，变成一个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。农村有3000万男性单身，专家提倡引进海外女青年，真的可行吗？我国婚育率大幅下降，于是各种繁衍后代的方法都出现了。就拿单身女性来说，假如她们一辈子不结婚，完全可以依靠冻卵技术，利用别人捐献的精子来繁衍下一代。而且根据现在的政策来看，女性未婚生子也可以给孩子上户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身女性孤独终老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毕竟等孩子长大后，她可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不至于让你年纪大了遭到养老院护工的欺负，也不至于等你咽气了之后，亲属们开始瓜分你的财产。至于农村男光棍这边，问题就更好解决了，那就是向下兼容。有专家就建议，农村单身男性如果在我国找不到对象，可以去东南亚和中亚等国找一个异国婚姻，基本上没啥难度。毕竟相比于东南亚和中亚而言，我国的经济水平完全是碾压级别的。由于我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化优势，到时候随便去工地挣点钱就能买齐家具家电了，攒个几年钱就能在农村盖房了。即便没文化也不要紧，反正外国人又不看你文凭，到时候娶回家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开开心心过日子比啥都强。
其实，关于异国婚姻这个问题，各国都在搞，尤其是欧美国家，为了解决生育率问题，甚至还开放了绿卡权限。比如美国的屌丝阶层，如果找不到白人女性，就会向下兼容，去找亚裔和拉丁裔。这些亚裔和拉丁裔女性为了获得美国绿卡，也都纷纷慕名而来了。毕竟拿到美国绿卡后，就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，享受资本主义的春风，岂不快哉？同理，像日本也是一样。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那些单身男性如果找不到媳妇儿，就会通过一些跨国中介来上海挑对象。往往一个极其普通的日本青年都有一群上海女性在等着他。可见，通过向下兼容的跨国婚姻早已不是稀奇事，只要能找到对象，什么招数都能想出来。所以说，我国接下来的农村单身男性大概率也会走上跨国婚姻这条路，这对于挽救我国的生育率而言，说不定是一件好事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